看我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asey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体洗手皂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你们的朋友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哦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陪伴我，跟着这个频道，我们一起成长。今天还是用慢炖锅做，在热油之前，要先将慢炖锅预热，才不会油热之后倒进去时，油的温度又降下来了。因为做一体皂，温度是很重要的。首先，我们先将椰子油加热融化，完全融化后，就可以将橄榄油、蓖麻油还有米糠油一起倒入融化的椰子油中。这个时候可以放入温度计测量温度，油温要加热到87度C 之后离火。此时将油慢慢的、小心的倒入预热好的慢炖锅中。跟上一个视频加湿皂中的温度不同，是因为这个配方中的软油比较多，打皂的时候皂化的反应速度会比较慢，所以呢，我多加了1度，用87度C 来打皂，是我试过最理想的温度。为了避免氢氧化钾降温太快，所以我是一次的就把它全部加入水中。那也是因为安全的关系，所以我就会拿一个盖子将它盖上，以免喷溅。现在我发现在温哥华买到的氢氧化钾，它的反应好像没有在台湾买的那么的激烈，所以我们在买氢氧化钾的时候，就要注意它的纯度是多少。像我买到的纯度是91.1% 的，那么你就要将配方中的钾量去除以91.1%，这样可以还原成100%。这样的做法是可以让它的皂化能力会比较好。然后你可以看到碱跟水结合之后，它的温度会到达68、69度，而这个温度远远不够我们要去和油结合的温度。我需要的温度是76度C， 所以我们就在炉子上让它加热直到76度C， 然后离火。目前油温是87度C 的状态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将它们两个碰撞在一起了。拿出直立式电动搅拌器，这样子它们才可以天雷勾动地火的混合在一起。因为这个配方它的软油比较多，所以打的时间上要比上一个视频的加湿皂多了许多。用电动搅拌器打到变成优酪乳的状态的时候，就可以改用手动的搅拌器搅拌。这个时候皂液已经更浓稠了，几乎变成浓的优格的状态了。你会觉得手动打蛋器已经打不动了，那么就换成刮刀上场咯。搅着搅着，要注意火山爆发的状况。一发现它慢慢的已经有皂液往上涌的状态，就要赶快拿起内锅离开锅子，否则会像火山爆发般土石流涌出的状态，那可是很壮观，可是很不好玩的哦。离开锅子之后，还是要继续搅拌，因为它很快的就会变得很浓稠。因为事出突然，所以没有拍到我在旁边继续搅拌的视频。你可以看到我放回锅子之后，
它就变成这种状态了。所以它其实变化是在一瞬间的。这时候你会发现我已经改用木瓷翻拌了，因为它已经变成这么浓的状态了。整理皂液之后，就可以将锅盖盖上。这个配方因为它的软油比较多，跟上一个视频的嘉士皂不同的地方是，我通常会让它用低温焖着大约2个小时以上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会时不时的将它打开来翻动一下。你会发现每一次翻动，它其实都会越来越透明，也就是越来越接近成功的意思啦。现在已经2个多小时了，打开看看它的状态非常的好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另外将它放入盆中，待会儿放入保温箱保温。我会用布盖起来，放入保丽龙箱中，将它保温48小时。期待时刻来临啦！48小时后，可以将它拿出来看看。皂团不粘手，而且有非常通透的状态，这个就是成功的一体皂团。大约20天之后。皂液制作的详细方法，在我上一支嘉士一体皂视频中有详细说明，大家可以参考这支影片去学习。这是放了20天左右的皂液，现在用酚酞来测试 pH 值。滴上酚酞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它完全呈无色状态，表示它皂化得非常好。我们不需要用柠檬酸来中和它，就可以使用了。用试纸测试肥皂泡泡，它的酸碱值在8，是一个很好的状态。接着我加入4% 的甘油，甘油可以增加滋润度和让瓶口不那么容易的阻塞。今天我用饱和食盐水来蒸稠它。浓度看个人喜好，刚加入之后会呈现这种好像豆花的状态，放大概1个多小时之后，它就会变清澈了。接着加入1% 的精油，我今天加的是 lavender 和 tea tree 的精油，当加入时会呈现浑浊的状态，一样是放一会儿它就会变清澈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装瓶喽。贴上标签就完成喽。这是慕斯瓶，如果你不想蒸稠，用慕斯瓶装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。现在示范给你们看看，慕斯瓶挤出来的泡泡也是很好用的哦。这款一体洗手皂洗感非常的好，大家一起来做环保无化学添加的好皂。视频就完成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下一个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